曾国藩拥兵数十万，为什么不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政权呢？曾国藩字伯涵，他是汉族人，中国晚清时期的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公元1864年，曾国藩率30万湘军攻下了被太平天国占领11年的天津，太平天国宣告灭亡。此时的中国江南半壁为曾国藩所掌握，他的手下以曾国荃为首的一些湘军高级将领为图封王拜相，密劝曾国藩造反称帝。不过曾国藩毅然拒绝，为了让朝廷放心，他主动把湘军解散大幕。曾国藩拥兵数十万，以他的实力，为什么不推翻清朝，建立汉人政权呢？第一是曾国藩知道朝廷已经对他极其忌惮了，原来答应是封王的，结果只封了个侯。他明白朝廷这么做必然已经对可能的变故有了准备。曾国藩也清楚慈禧是个厉害的人物，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当时科尔沁亲王曾格临近最受器重，拥有一支强大的以骑兵为主的庞大部队。这支部队不同于腐朽没落的八旗兵，战斗力是很强的，而且部署在中原腹地，虎视东南，也使得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而且清廷对曾国藩早有了防范之心了。另外，外国在华势力已经决定扶持清政府，各地方武装也势必会反对曾国藩另立门户。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曾国藩来说成功的把握性不大，他不会轻易地造朝廷的反。二是此时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在清朝统治下经过200年，他们已经把满清视为正朔，不再有造反思想了，还会把反清的人视为乱臣贼子。曾国藩本人以及汉族官僚全力配合朝廷消灭太平天国就是最好的证明。曾国藩他很清楚，虽然他在东南有一定声望，也握有兵权，但是一旦打出反清的旗号，就是以夷于敌，全国最终难有胜算。而且军队久经战争，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将领又都获得了封赏，已经无心再战了。如果再驱使他们去打仗，难免心生怨恨，未必会全力以赴的。第三，曾国藩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典型知识分子，他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曾国藩确实是一个忠于朝廷的儒学之士，他也认为慎独则心态，处境则身强，求人则人悦，笃诚则神亲，能够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已经是光宗耀祖，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想以报道守贞当能力，不愿投机取巧毁人生。最重要的是，曾国藩是个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个谋求个人利益的政客。他有着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统儒家情怀。他看到经过10几年的战争，百姓已经饱受战争屠戮，他不愿意让人民再次坠入战争的火坑，而且他也最了解读书人的心愿。10几年的战乱使江南读书人断送了科举之路，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曾国藩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开江南贡院，让读书人重获生活希望。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